要办理贷款，被以中国有发布这样的通气当理由拒绝核贷。类似的人去办理房贷，有一个是去办理保险要更名，结果竟然他说你不行哦，你有涉嫌犯罪，竟然用中共点名的资料，我们的公营行库在执行他们的制裁。话说啊，这两天台湾出了一件奇闻，大伙都知道，这几年岛内有那么一群人，咱们管他们叫网军，也叫1450。这帮人是干嘛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民进党当局养着，专门在网上带节奏、造谣、抹黑咱们大陆，攻击不同意见人士的键盘侠。这按理说啊，这帮人在岛内那可是有功之臣呀，是民进党的心肝宝贝。可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网军大哥退役了，寻思着，哎呀，我这半辈子为党造谣也不容易啊，该过点安生日子了吧，买套房娶个媳妇儿，对吧？于是乎呢，这位大哥就揣着首付款乐呵呵的跑去银行了，而且去的还是公股银行，差不多就是咱们这儿的国营银行，根正苗红的那种啊。这大哥一进去啊，派头十足，往这个柜台前一坐，你好，办个贷款。银行柜员呢，估计也是个小妹，客客气气的，好的先生，请提供一下您的证件。大哥把这个证件一递，小妹这边电脑噼里啪啦一顿操作，过了几分钟，小妹的表情就有点微妙了。那个先生，不好意思呀。大哥一愣，怎么啦？我钱不够？小妹说，不是，那个您的贷款我们银行办不了。这大哥当时就懵了呀，啥？办不了？我信用良好，虽然是1450，但我工作稳定啊，我怎么就办不了了？你猜这个银行小妹怎么说？小妹说，先生，系统显示您被中国大陆那边通缉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啊？哎，你听听这逻辑啊！一个台独网军在台湾的土地上想跟台湾的银行贷款买台湾的房子，结果呢，台湾的银行跟他说不行，因为大陆通缉你了。这简直是，哎呦喂，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了啊！魔幻，太魔幻了！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事一爆出来，好家伙，捅了马蜂窝了，立马又有一个网军跳出来说，我比他还惨哦！这位大哥是去银行干嘛呢？他不是去买房，他就是去办个保险，改个名字，或者改个受益人啥的，小业务吧，多大点事儿啊！结果呢，银行又来了啊，还是那套词儿，对不起先生，您的业务办不了。这位大哥也急了，我又不贷款，我改个名儿怎么啦？银行说了，您涉嫌犯罪。我涉嫌犯罪？我一个堂堂爱台人士，我涉嫌什么犯罪了？银行说，我管你涉嫌什么罪啊，反正我们系统里你就是个高危分子，亮红灯了，您的业务办不了。下一位。这一下啊，可把民进党当局给气炸呀！你想啊，我辛辛苦苦养的兵，天天帮我冲锋陷阵，结果倒好，这仗还没打完呢，先被自己家的银行给断了粮草，这脸往哪儿搁呢？民进党那些民意代表立马就暴跳如雷啊，在这个议会里拍桌子、瞪眼睛啊，指着那些银行和相关单位的鼻子骂：你们这是开什么玩笑？我们的银行居然在用大陆点名的资料，我们的银行在执行他们大陆的制裁，搞什么呀？这银行是在挂5星红旗吗？哎呦喂，你听听这个帽子扣的啊，挂5星红旗，银行也委屈啊。银行是干嘛呢？银行是做生意的，是要赚钱的，是要吃饭的。银行最重要的 KPI 是什么？是风险控制。你一个被通缉的人来贷款，我把钱贷给你，我这风险多大呀？那这事儿真的是太搞笑了啊！为什么说这个是搞笑呢？因为它狠狠的打了很多人的脸。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咱们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发了个通缉令，悬赏通缉20名台湾的资通电军的骨干。那时那个通缉令一出来啊，岛内好多人，尤其是那些网军自己和支持他们的媒体都在那儿笑啊。他们笑啥呢？哎呀，你通缉我，我在台湾呀，你大陆公安你手能伸那么长吗？你又过不来抓我，你那个通缉令啊，不就是一张废纸吗？还悬赏1万块，我给你1万块，你过来抓我呀。这通缉令啊，对我毫无影响，我晚上该吃卤肉饭还是吃卤肉饭，该喝奶茶还是喝奶茶。
是吗？真没影响吗？那现在你看看，卤肉饭是能吃，奶茶是能喝，但是这个房子好像买不了喽，保险好像也办不了喽。他们老觉得我躲在岛上我就安全了，太天真了。我跟大伙儿说，千万别小看这个通缉，这玩意儿呢，它是有后劲儿的，而且是组合拳。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前一阵子，缅北那个什么4大家族搞电信诈骗的那帮人，当时呢，咱们这边发通缉令的时候，那帮人是不是也在想，哎呀，我在缅北，这是我的地盘，我手里有枪，有自己的武装，好几万人的队伍，你通缉我，你算老几啊？你来抓我呀？结果呢，咱们这边通缉令一发，狠话一撂，活见人死见尸。没过多久，缅甸军警亲自出马，开着装甲车，端着枪，直接冲进他们老巢，把这帮大佬一个从被窝里、从酒桌上薅出来，打包捆好，用飞机、用汽车，一车一车的往咱们边境口岸送。哎，你看看抓了多少？几万人呀！那4大家族的头一个跑掉了吗？所以啊，别以为你在境外这个通缉就跟你没关系，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缅北那帮人啊，有枪有炮有地盘都顶不住，哎，你台湾这几个敲键盘的，你凭什么觉得你就能顶得住呀？而且咱们这边办事是讲究步骤的，是一步一步来的。咱们来捋一捋这个加码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哦。最近呢是去年9月，那个时候啊，咱们国安部发了篇文章，叫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64。这个匿名者64啊，就是台湾资通电军的一个马甲。当时呢点名了3个人，那次啊算是第一次公开点名了。这个措施是什么呢？叫立案侦查，而且公布的照片啊都是什么学士照、生活照。这个意思就是啊，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盯上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警告意味很浓，但是还留了点面子。然后呢，时间又到了今年3月，国安机关又出手了，又公布了4个资通电军的人员信息。这一次就比去年狠了，信息全多了。那不仅有姓名、照片、出生年月日，最关键的台湾身份证号，还有军中职衔，照片也升级了。其中一个叫蔡宏杰的，直接用的就是证件照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这边已经把他们扒的底裤都不剩了呀。哎，你什么时候入伍的，在哪个单位，你身份证号是多少，我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叫精准打击啊！警告升级了。然后高潮就来了，今年6月5号，这次出手的单位变了，大伙儿注意啊，前面2次是国家安全机关，比较高大上，对吧？那这一次呢，出手的是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哎，你品品，为什么是地方公安局？我前面刚说了，通缉缅甸的4大家族的是哪个单位？温州市公安局，这就叫对标啊。那这一下性质彻底变了啊，措施也升级了，从立案侦查变成了通缉，而且呢，明码标价，悬赏奖金人民币1万元。最逗的是那个通缉令的第一句话啊，写的是我局接台湾民众举报。台湾民众举报，这细节我跟你说绝了。那这一下呢，这帮人就正式成为中国通缉犯，成了中国通缉犯，是不是就真像他们说的，在台湾就没事了？行，咱们分2头说。第一呢，你在大陆那肯定是别想待了，当然了，他们本来也不敢来。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啊，你以为你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就行了？你但凡用你的证件买个高铁票，你这边第一刷脸，后台就哇哇哇报警了。估计你还没进这个站台哦，警察就过来给你上铐子了。那你住个酒店，前台一登记身份证，叮铃铃铃，警察5分钟就到，直接查水表。你走在大街上，现在满大街的天网摄像头，不光人脸识别，还能人体特征识别，就是那种你走路出溜的姿势，系统都认得你啊，你化成灰它都认识你。好，那你说我不去大陆了，我怕了行不？那么第二，我出国玩总行了吧？我去个东南亚，我去个欧洲，我去美国，我去日本总行了吧？呵呵，你又天真了啊！你忘记了有个东西叫引渡协议吗？你忘了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吗？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例子，2016年在柬埔寨抓了13个搞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当时民进党激烈赶紧派人去要人，哎，这是我们的人得送回台湾。你猜柬埔寨移民局局长怎么说？人家局长说了第一，我们执行一个中国原则；第二呢，在我这儿我分不清哪个是台湾来的，哪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反正在我这儿都是中国人。那第三呢，你们台湾在我们柬埔寨又没有办事处，那潜台词就是我只认一个中国，大陆要人我就给大陆，刷一下13个人打包全部送回大陆啦。
还有更狠的，2019年啊，在西班牙抓了200多人，其中218个是台湾人。这回台湾当局又去要人了，那不光是去要，还打官司呀，一直打到西班牙最高法院。结果呢，西班牙法院啪一下一个裁决书下来，上面写着台湾不具备引渡主体资格。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呢？就是你台湾连个国家都不是，你凭什么来跟我国要人啊？咔嚓，218个人分批全部押解回大陆。所以啊，这些被通缉的网军，他们以后想出国旅游，他们得先拿个小本本仔细查查啊，这个国家跟这个大陆有没有引渡条约。那万一你前脚刚到这个泰国曼谷机场落地，你想去萨瓦迪卡，结果海关电脑第一响，哦，中国通缉犯。那后脚呢，当地警察就把你带走，直接塞上下一班飞往北京、广州的飞机了。那个台湾的名嘴赵少康的开玩笑说啊，有个台湾的游客，女的长得像通缉犯，只是像在德国就被海关带走调查4个小时。他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被大陆通缉的，那他就不是被带走调查了，他是直接被逮捕，然后遣返中国大陆。这下咱们就能绕回到最开始那个搞笑了啊。那这帮人啊，出国是出不去了，那他们说，行，我认栽，我不出国了，我这辈子就烂在台湾岛上总行了吧？Too young, too simple， 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在岛内生活也是困难重重啊！为什么台湾的银行要拒绝台湾网军的贷款？难道真像民进党骂的，这些银行挂了5星红旗被渗透了？当然不是啊，民进党的是气话，是甩锅。那真正的原因是钱，是国际金融规则。现在的银行，尤其是这种能办房贷的公股银行，它都不是村镇银行，它都是要跟国际金融系统联网的，它要跟美元结算吧，它要跟欧元结算吧，它要跟全世界做生意吧。当你网军去贷款、去办保险，银行第一件事就是要查你的征信。那这个征信啊，可不是看你在台湾有没有欠电话费，银行会把你的身份证号、姓名、出生年月丢到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系统里去过一遍。那这个系统里呢，有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名单、洗钱名单，当然也包括各国通缉犯的名单。哎，你想想啊，这个网军的身份证号一输进去，系统啪一下跳出来个大红灯，警告此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通缉犯。你现在是银行的风控主管，你桌上的电脑跳出来这个红灯，你敢不敢批这笔贷款？你敢吗？你把钱贷给了他，万一这笔钱被这个国际系统认定为流向犯罪分子或者资助高风险人群，那你这家银行在国际上的信用评级是不是要哗哗的往下降？你跟美国银行、欧洲银行的结算通道是不是有可能被制裁、被冻结？为了你一个网军的房贷，银行冒着关门倒闭的风险吗？银行行长疯了吗？这银行它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搞慈善啊，更不是为了用爱发电挺台独啊。所以呢，银行的选择很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对不起，先生，您是高危分子，您的业务我们办不了，拜拜了您呢。所以啊，这就叫自作自受，这就是现实啊。这帮网军以前在网上敲敲键盘、造谣抹黑，以为自己是英雄，以为躲在岛上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们，以为没有后果啊。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就是出不去，在岛内呢当个普通人，买房办保险都成了问题。所以说啊，这卤肉饭吃着吃着可能就不香了。行吧，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事儿啊，我估计还没完，后面指定还有乐子呢。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